你好，邢先生。昨天你们几位在跟他一块吃饭？哎呦，昨天我没有去啊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几个人。那他最近都跟谁接触了？最近公司里我还知道，但是在外面他的一些个人的隐私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。那最后他跟谁接触，您知道吗？最后，哎呦，还没出来，让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去啊？警官同志，说实在的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意外，我很震惊，也很难过。但是呢，他个人的一些隐私呢，对于公司来说也不便打听。公司里的一些情况大概是这样。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？没有啊，非常正常。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，谁想到今天，哎。所里正在开上级大会，让我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张女士，你要不先喝口水？好。那我再重复一下问题啊。好。这个事发经过，您了解多少？我是在回家的那个车上接到警察的电话的。我当时坐在那个后座上。我在车里边，然后我走过来，我本来是要回家，但是其实，我在车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之后，我就过来了。哦，好，所以是得到我们警方的通知过来的。对。你最近跟死者就是李道奇有联络吗？你们俩？最近联系不太多，以前
经常联系，以前我们两家经常在一块玩。上一次联系什么时候？前天晚上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要一件衣服，一件那个穿上去像青蛙的那样的搞笑的衣服，我没有给他。前天晚上。前天晚上。好。他在我家里，我确定是在我家里给我打的电话，因为我老公当时一定也在旁边，他在听我们俩打电话，我知道的。所以死者当时跟你老公在你们家里。对，他说他在我们家看球，他告诉我的。他们俩还刮刮乐了，好像是刮刮乐了，跟我是这样说的。好。所以您爱人跟李道奇是生意上的合伙人是吧？他们除了是合伙人以外，他们两个很小就是好朋友。后来我先生出国了，他们也一直保持联系。再后来，他俩就成了兄弟。总之，我们家庭比较复杂。我爱人的父亲跟李道奇的妈妈又组成了家庭，所以他们两个除了是好朋友之外，又成了家人。傅玉东对他非常好，以至于我有时候都很嫉妒。我还因为有一次嫉妒他对李道奇比对我好，还跟他吵架来着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马上结束了。他电话里，包括最近接触，他有表达过一些想要轻生的念头，有这个迹象吗？完全没有。他打这个电话，主要是因为我跟我先生最近关系不太好，他想缓解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打电话劝我，跟我说，真人秀都是假的，只有生活才是真的。然后就跟我要衣服，就这样。你是说他在调节你和你爱人的关系，是吧？对，李道奇一直在帮助我，让我们俩关系缓和。我那天应该把那个衣服送给他，我没有把那个衣服给他，偏偏我说不给他。您爱人刚才一直在说，李道奇的死是他的错，您怎么理解这句？好，明白了。就这样。傅先生，您当天是几点离开英美中心的？您还有印象吗？12点吧。我记得当时英美中心正好是关灯了。您打的是出租车吗？有打车票吗？没有。我在网上叫的车，这是叫车记录。据我了解，你俩关系很好啊。我爸跟他妈妈结婚了，他是单亲家庭。我也是，跟他是大学同学，是朋友，是家人。我们两家是邻居。他父亲去世很早，他妈妈把他拉扯长大，小时候生活很不容易，老挨欺负。
动。后来我妈也去世了，我俩同病相怜。瓜子姐很奇怪，怎么了？隔三差五老往你妈那儿跑，人家的事儿你管不？我跟你说一正经事儿啊，我前不跟你说我喜欢上你们西部吗？后来这2天我听说你跟我们西大师哥好啊。哎，你说之前人都喜欢小的，怎么这2年又开始喜欢老的了？你干啥去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风水轮流转啊，何时到我家？我觉着啊，兄弟，父母的事儿啊，咱俩最好别掺和。你说人那么大岁数了，是不是？咱俩管也不合适。我锻炼我的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哪叫锻炼？你这是自残。我感觉你快把自己刨死了。你说你现在消耗那么多卡路里，哎，你待会儿再请我吃一顿大餐，这不是全吃回来了吗？你说是你自己吧？我怎么感觉在请我吃饭这件事情上，你的态度一直不是很积极呀？你别搭着我。嘿，我当你想怎么着？你当你想怎么着？大哥你，我打你腿上！你要干什么你？我还在你上。哎呀，该传了！哎呸！哎呀，该自己投了，不该传。刚才球在你手上，你怎么不投啊？我是助攻王，舍己为人那是我的座右铭，知道吗？哎，晚上我请你网吧刷夜去啊。我不去，我要去实验室。哎，你说你就为封破介绍信，你至于吗？天天上人实验室给人捡老鼠屎去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庸俗。我告诉你啊，能到陈教授那儿去捡屎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。还有啊，我出国的事儿你别跟他说啊。知道。你妈也别说。哎，那你打算用什么山珍海味来填上我这张多事的嘴呢？这样，我呢到陈教授那儿啊，多捡点老鼠屎带回来，你考虑考虑，要不要尝一下？怎么了？他要出国了！我无所谓，我又不认识他们，你随便喊，反正丢人的是你。你接着喊啊，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。他要出国了！外婆香小榨菜籽油，小时候的菜油香，邀您继续观看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您对于李道奇的死有什么个人想法吗？他不会这么干。你看这老鼠让你们关这笼子里都抑郁了，一动不动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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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别瞎碰啊！怎么了？有毒啊？小心他变成忍者神龟里的师傅，大棍子敲死你！哎，像这种小老鼠，你们实验室最后都怎么处理啊？我哪知道啊，这又不是我的。好了，我弄好了，走吧。吃饭去。走吧。吃什么呀？随便，你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哎，你请我吃一沙茶面吧，门口新开一家。好啊，你提出来了，你付钱。大哥，我等你这么半天，你不请我吃顿饭？我没钱。抠抠搜搜的要。他这人就特别的善良，哪怕一只实验室的老鼠，他都觉得他很可怜，起了心思要把那只老鼠放走。还好，他没有出实验室的门，就被我及时制止了。要不然，我们俩都要遭处分。
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不相信他会自杀。小人啊，小人婆，你们别哭，贵贵的跟我总是走进我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小心掉下去的。当时喝了那么多的酒，如果我留下来，好，那就先这样，谢谢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接。电话没电了。进去看一眼没有？程曼去了。感谢您配合调查啊，后面应该没什么事儿了。如果有需要呢，我们随时联系您。医院那边已经通知过了，您到时候就跟殡仪馆直接交接就行了。节哀。谢谢。我叔叔跟妈先回去了。公司的事情我过2天再跟你商量怎么处理吧。现阶段麻烦你就是稳住其他人吧。我先回去了，念念等着我呢。我们送你，让傅雨东叫个车。我开车了。小满，傅雨东嘴笨。我知道。你说李道奇看见我会不会很失望？我是不是跟像你一样哭一下才对？我先走了。老公。
，Cheers。我刚才想明白了，老天爷真是对我们不薄。你想想啊，这老头每天都是事儿，日理万机，这抽空了都过来跟咱俩开这玩笑，你得多爱咱俩呀！嗯。想我们干嘛？我宁愿他永远想不起我们俩。这话说的，你不要消气。唐僧取经啊，991难，后来经都取了，你记着吗？就说好像少一难，作为大老龟背上，你龟翻了，你经都掉水里了，一帮人捞有那种一什么晒经池上晒经，后来一撕，咵还掉一角。唐僧都有点难受，那个孙悟空想明白了，斗战胜佛怎么说？天地本有残缺，什么这那的。猴你说都想明白了，你说你跟这儿愁什么呀？老天爷就是在那掐指一算啊，你感觉东子到齐要成。不行，让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。俯视凡间，问问，我抓起来。哎，你说人为了渡咱俩，把万万给抓起来了，我真的。哎呦，我这心里真是内疚，我都有点。你说人招谁惹谁了？哎呀，就是为了成全咱俩呀。那话怎么说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咱俩从此以后可能就要无所不能了，懂的。我刚才在厕所，我就突然啊，感觉老天爷给我发了一脑电波，说：“东子道奇，你俩听好喽，我要放一个大任务给你俩，你俩可给我兜住喽！”我想问，谁跟我说话呢？下次。老天爷，你发给我们哥俩的信息我收到了。大人什么时候到？没事，没事。东子，东子，你这么喊老天爷根本听不见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今儿这良辰吉日啊，咱俩应该放炮庆祝一下。哎，真的，今儿该放挂鞭。哎，
哎哎，弄他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老天爷，这杯咱俩一人一半。你别发酒疯了，赶紧回家了。东子，我一直觉得咱俩上来了，我想多了，咱俩其实还在下面呢。你不恐高吗？下来。东子，对不住啊 ，I'm sorry, I'm so sorry 。你说咱俩没有什么对不起的，从小到大闯的祸一起扛，惹的事儿一起平，没什么对不起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你一起扛。回去睡觉，明天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面对。好，回家洗洗睡了，明天再说。哎，这台阶怎么那么高？干嘛？走。家里来电话了，不知道是我妈还是傅叔有事儿，我回过去。
回家再说。你要不要跟付叔说两句？说两句。我不说。你跟付叔说两句。我跟他说。哎，这门怎么卡住啊？蹲。哎。行，你赶紧回家啊。明儿见，东子。明儿见，兄弟。哎，谁让你上来的？这不让上来人。我就看看，2分钟，谢谢您啊。前2天从这掉下一人，危险，赶紧下去吧。乔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事发当天都发生什么了？您还记得？我在看手机，我滑到了万万姐的新闻，当时就知道出事儿了。我赶紧给她打电话，打了好多电话，给她留了好多微信，她都没回。当时就很担心，我很担心，然后我后来给她办公室打了电话，然后她助理接了，说她在办公室。听到她的声音，我就吓死了。我当时就问她：“你看到新闻了吗？”她说她看到了，她说那没事儿。然后我跟她说：“我说这事跟她没关系，是个黑天鹅事件，让她不要想那么多。”然后她还跟我说：“还是那句话，很多事儿啊，你现在看天都塌了，10年后再看就是个笑话。”这句话是我认识她的时候跟我说过的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哎，我到了啊！你说那珊瑚没有啊？全是大石头。我疯了！我下海，你知道这多冷吗？这个你看着没什么，你下去你试试，1分钟你都待不了，跟冰锥子似的戳你。嗨，我没事儿，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我想的可开了。人就是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也别把别人看得太重要，真的。好多事儿你现在过不去。过几年你再想起来就是一笑话，真的。那话怎么说来着？谢谢你。我先挂了。那维多利亚港专门去了一次，没想到不如咱路程马头去。真的，
哎，那中环看着电影里楼挺高吧？对呀，这高楼大厦。不行，真不高那楼，实际上并不高。我感觉跟咱鹿城那世界公园差不多，真的，里边那个微缩景观眼见为实啊！真的。这个。哦对，但是最重要的这次啊，主要还是得感谢我严阿姨这身衣服，真的倍儿棒，给我量身定制的，给我简直就是。你这衣服一穿上啊，必须马到成功了。必须成功。这次的面试怎样？对，太顺利了！您想想吧，我穿这身衣服能怎么着？我一到那，他们都傻了。我一张嘴，那面试官眼珠子差点掉出来，就拉着我手不让走，说你今儿就赶紧来上班吧。我说不去。我说你放开我，别拉我，不去。所以我就生气，人都让他去了，他不去。不去，不能去。不是，我妈跟这儿呢，我上香港去，我妈怎么办？你妈也不说了，哪还用着你照顾啊？对呀，人家古书上有这么一句话，叫“父叔在，不远行”。父母在，不远行。喂，妈，没事啊，就是抽查你，为什么还不睡？我是你的睡眠监督员，小齐。几点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最晚的时间了，知道吗？不能再超过这个点睡了啊！我父叔呢？瞧人家，要向父叔学习，早睡早起。天冷了啊，别老穿一背心满大街跑。放心，晚安。程女士，死者在几周前就已经做好了个人和家庭在债务上的切割，他最后的牵挂还是你和你的孩子。
站得高还是看得远呐？喂，赶海的人们，要满载而归啊！就像是一块没有记忆的石头，我滚来滚去，滚到了山的尽头。我面前有一条条小溪，却不知会带我往哪儿走。我身上的一道道伤痕，都在流水中化为了乌有。我说生命啊，请不要停留。我说生命啊，请不要停留。就像是一棵等待干枯的植物，我用尽最后力气抓住泥土，我就这样睁着眼睛，放空着等时间流走，我就这样一动不动，仿佛已经过了很久。我说生命啊，请不要停留。我说生命啊，请不要停留。青草在扛着我找你，云朵很清楚就要掉到水里，只怕风声有夜里，雨要足够不敢拉起，呼吸没停止找你。故事里月亮里有你，辗转过穿不透的狐狸山里，岸边脚印串串，只一人行，只一人行，水清滴答滴答有倒影。若我只是找你，这高明，这容易，时针圈圈走，时差没道理上远近。若你只是躲避，伤了此生，凉了心意，花园圈圆，圈出旧日里好记忆。若我踩出影子，玻璃重叠，重叠玻璃，终于在冬天，在雾里见了你。不胜酒力，若我喝到这里，庸人一饮而尽，宫阙门一开。